OK， 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7:40左右。为什么要这么早起？你讲。我们这边每个礼拜3、礼拜6可以丢可燃物垃圾，但是我们社区这边的垃圾集中处上面有写，当天的早上8点半以前就要把垃圾放置好。不过还好有一件事情对我们非常方便，就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温非常低，所以即使你把垃圾呢随意放在厨房，就跟放在冰箱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不会臭。然后还有就是北海道得天独厚，这边没有蟑螂，没蟑螂。真的没有蟑螂吗？哦，真的没有蟑螂，因为太冷了。纸类回收在我们这个社区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四做回收，只有这种纯纸100%的纸才叫做纸类，唯一的例外就是牛奶瓶，要洗干净剪开来，它每一个牛奶瓶上面的包装都会有说明，照着它的说明剪。它是唯一一个食品包装容器可以当纸类回收的，其他的只要是可以装水的纸，它里面都有 PE 淋膜，它都没办法分开，没办法分开就是烧。这边说明的很清楚，包装容器你必须要用半透明的袋子或透明的袋子装，所谓的包装容器就是塑胶盒、保丽龙牌。不过保丽龙比较麻烦，因为我问 ChatGPT， 他是说实物上大部分的回收站他们对于这种保丽龙不太会处理，一般建议你是直接拿回去超市门口还有回收的地方，直接拿去那边丢。然后塑胶的包装袋，这也算是包装容器，就是要丢进这个透明的袋子里。在日本，他们把每个品项都分得很细，因为人力是很贵的，需要人工另外处理的话，它会花费非常昂贵的成本在处理这些垃圾上面。那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分开，包装容器是包装容器，电池、瓦斯罐是分开的，纸类是分开的。除此之外，瓶罐也是分开的。在日本，你要回收一个保特瓶，保特瓶的瓶盖属于硬塑胶包装容器。保特瓶外面这张纸，这下面有一个箭头，这个箭头就是方便你撕开的，撕下来。这一张呢是属于塑胶袋，这个瓶身呢属于 PET 保特瓶。打个岔，这些都要冲干净才能回收。对，只要你需要它另外再花人力的东西就是不行，你必须要自己先处理好。所以你看这边我们有准备一些纸箱，简单的分类，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到，所以就基本上是1个月1次，除了包装容器。新闻报道说罕见的超高温，今天气温高达8度。江江，你看都融掉了，你的树出现，叶子被压住了。屋顶上面的雪都不见了哦，这看起来就很滑，这感觉会跌倒，好笑哦。给大家看我们这边的垃圾袋，这垃圾袋啊，它连怎么样绑都有教你。先把这个中间的结呢绑在一起，然后再绑旁边，最后呢上面这个口是封起来的，所以不会有那种旁边垃圾我们这样插出来的情形。哦，好冷。你在干嘛？我没有拍到，你踩过来看看，这看起来就很鼓溜哎。我从那边整个滑过来。哦，这不行不行，你这样怎么过去？这不能用走的。那要怎么办？我滑走了，拜拜。你等下滑去街上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我不敢走，超可怕。哎，有了，这边有一点痕迹了。身为一个台湾人，看不懂日文，但我看得懂汉字。大型垃圾要特别收集。看，其实很多人放了，哎，还有的人包装容器的可以看到，他可能太晚放了，还在这里。不过你看他把所有的包装容器都放在一起了。吃早餐了，这那个可能快透明的超滑，请走至少有白色的地方。哎，旁边的雪都不见了。现在才一早，到中午应该就都没了。这温度就全部都融掉了。嘿嘿，这杂草还没死哎，买一把镰刀把它割一割。我们晚上啊，突然听到，其实也没有听到，是早上才发现，我这个复古洗面台的灯罩居然掉下来了，然后还摔破了。它虽然有历史的痕迹，但是我还没有要立刻把它换掉。所以这个灯罩，它算是什么垃圾？它不要丢，它应该是，它看已经破了。它只是缺角而已，它应该是那一天来包装这个保暖工程的时候，可能有碰到。我觉得就不要了吧，我装回去吧。觉得连装都不用装，不然它又掉下来。不会了。耶，今天的外带麦当劳回家。
OK， 前几天我们不是去载了1桶油吗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第1还第2集影片中有拍摄屋主急着留给我们另外一台暖气，再加上看得到吗？它藏在纸箱跟。好，我把它拿出来。秀。先要测试这个会不会用。我这边呢还有一台可移动式的灯油暖炉，这台是平成19年的，换算起来就是1988加19，2007年10月买的。阿公，还好阿公，2007年呢，你们这些看影片的观众都比他怎样还要老。嘿，可能坏掉了，说不定。它没有坏，测试看看。我们不是买了灯油吗？哎，这有一个大油壶。有很多吗？还是一咪咪？残留的那种，这边有点淡淡，所以是那个淡淡滴下来的。下面有点，可是下面还是湿的，你放上去还不是会？可能烧一烧久了它就没了吧。所以你会用吗？你看这边有一个提把，你看，提着它就倒过来了，然后放下来，转。这是不是要压才能转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买了这个最便宜的吸血鬼，它就是可以吸就好，插进去。放进来，压压就可以了。我也要玩。你看它自己流啦，所以我不用一直压。不用啊，这叫虹吸原理。我拉起来给你看。所以这油是透明的。拉太高，拉太高了。有，我感觉到。我以为油是黄黄的。太低了吗？对啊，那个角度不好用啊。好像差不多要满了。好了。应该是往下压吗？好了，往下压而已。它那边写一个9，它应该只有9公升这么多，会低吗？不会啊，不会低啊，完全不会低。有啦，你看地板在低，地板在低。所以这个头有问题。它不是头在低耶，是没有盖紧吗？怎么办？它应该就这个扣而已啊。说向这个方向，会洒出来，所以这个油桶是有问题的。你现在地板都是油的。我把这个油抽回去，不然先去买一个这个桶。那如果那个不能用呢？总比你不换一台好吧？我知道了，我不要抽回去，我把它抽进去。这个人真的是，所以你现在看到它已经在吸了吗？真的耶，自动的。会吸到它吸不到为止，这个就是虹吸现象，这是国中的物理。你不要跟我讲物理，我们要懂。它主要是说，你这个管子嘛，它的管口是在这下面。假设你液体这么高，它在液面下这么多，所以它有大气压力加上这个液体液面高度的压力，这边的压力比较大。然后呢，这边因为是在空气中，所以这边只有大气压力，液面压力加大气压力大于大气压力，它就会把这里的水压到这里来。所以这叫什么原理？杠杆原理。快吸不到了，吸到空气了。那怎么办？斜一点。我记得有人说要看你把每次载油都吸进去，你那一桶油要直接放进去。好啊。看那管子，这里面也有点脏哎。对啊，这根长得好像莲蓬头。还有一个刷子，刷里面的吧。剩下把它放进去。哎呦，还有没几滴啊。至少今天证明了一件事情，这个桶子会漏油。其实小问题，我就换一个桶子就好了。不一定，那台机器也是坏的。要不然买一台新的。好。2007年的东西了。这桶不用吸了吧？我可以用倒的。它这个洞这么大，很小心，不要倒出来。好像倒出来蛮多的。对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很浪费。风把我的油吹走了。我突然觉得，你这其实实际上只用了19公升，有1公升都是浪费掉的。哪有那么多啦？大概100cc 而已吧。搞定了。会不会有人来吸我们家的油？赶快把这根收起来。你看，上涨了。才1咪咪。没有涨吗？有。突然听到开门声。这个人有 DM 广告。我跟你说，因为这边有雪厨室嘛，所以一般人都可以拉开那个门。
听到开门声就会有人进来，然后他从那个这算是信箱吗？对，那我们的信箱投递进来，很多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 coupon， 我上次有看过，很大一叠。等一下，要写名字吗？这是前屋主订购的吗？还是社区都有？这间婚礼我知道啊，就在前面的婚宴会馆Bridal Fair 可以去免费参加这个婚礼，还可以试吃真的假的？对呀，免费试吃。那你要过去，你跟他讲什么？你准备要结婚啊？我跟你讲，它有 coupon 哦，什么10%优惠。新民酿地北海道，我感觉这个可以耶，改天我们可以去这边旅游。他说现在道内的葡萄产量越来越多了，可以100%稻产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安排旅游？现在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快下午2点了吗？我们还没有洗衣服，还有微波炉也要清。那就明天。其实我觉得这还不错，给在地人看的报纸。北海道的酒米的各地有什么酒？他们为了酿酒，还有特别专门用来酿酒的米，有迎风、彗星，还有什么 Kitai 什么的。除雪机啊！我想到一堆观众传 reels 给我，意思是说你该买除雪机了。你知道这有多大台吗？这台1977800元，这是人在上面开的那一种，1小时最大除雪量140吨，太夸张了。有这个灯油配售，24小时，不知道多少钱。这个有折价减5块加 Line。你要不要买房子？等一下 ，House Do House Do 多少那钱？这有注目商品，520的啊，620的。田见泽这4条东九丁目不错啊，九丁目差不多了。大家要买房子自己参考房价。这有便宜的250的，有一个90万的。南丁8条比较远，在南丁。但屋况怎样我不知道，我好奇一下，会不会有人想要叫我去看房子？小伙伴子做中介哦。我记得有一个频道也是做中介卖房子的啊，我很常看到他在卖房子。这个人肚子饿了，我记得前几天有买个披萨，你来烤，超便宜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披萨才多少？200多块日币，大概是没有，我们这次买的更便宜，这次买100多的，我忘记30几块台币而已，超级便宜。来，就是这个，这才100多块日币而已。100多块日币，200块日币等于200元等于40台币嘛，所以这个不到40，30几块钱。我就问你，我们家有烤箱吗？这个综合多功能微波炉，它有烧烤的功能。经过我对日文的努力不懈的研究，等一下我打个岔哦，他一定疑惑你这微波炉有没有擦过？可以用啦，打一就骨就不会直接接触食物。跟你讲，我仔细研究了，这个日文这个念作 oven， 这个就是那个旁边是生锈的，这个台子没有擦，你应该有擦微波炉哈。这表面清一清而已。好，这可以啦，而且这后面这个字我已经仔细研读，我刚刚搞懂了，这叫做咕哩炉。咕哩炉听起来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但它其实就是英文的 grill， 烧烤的意思。所以我决定启用这个烧烤功能。来，要不要放个我们自己的盘子？前几天买的盘子，盘子比较小，这个上面有保鲜膜。我觉得日本人非常爱这种微波或者是冷冻冷藏食品，超市卖超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旁边这间合作社啊，今天星期六，冷冻食品特价9折。等一下去采购。看到日本的微波炉非常的简单，你就把东西丢进去，盖起来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全自动的。那他怎么知道你要微波还是烤？你一直接按它就是微波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像是这个叫吐司，我们把它当吐司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2片当2片吐司，大小差不多吧，全自动，就这样。它就开始了，自动出现时间了，现在还有6分17秒。好 ，later。烟雾弥漫啊，一股烧焦味，好臭哦！完蛋了。但是烤起来还不错啊，它有一个焦味。你看那边在冒烟，会不会是因为微波炉没有清洁，然后里面的油污烧焦了？我跟你讲说，冒烟了。我摸摸看，有够烫。我有抹布啊，厨房抹布，不是擦地板的抹布。不是啦，这个是厨房抹布。就是喜欢用擦地板的抹布。这是新的好不好？但至少，你看烤的样子，看起来好像还好。烤不够吗？再烤一下。
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个焦味？焦味是这个微波炉里面的食物残渣烧焦了、啊。我再继续用我的谷粒乳3分钟。我觉得那微波炉要轻。你看它其实好好的，它只是然后呢？只是有一股烧焦味而已。好烦啊你！我跟你讲，之前我们来之前，你不是有传那个大创清洁用品怎么清微波炉吗？等一下来试试看。我跟你说，它其实会旋转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角度拍不到，你从下往上拍，它上面还有灯管，是不是？我只看到那个旁边黑黑的，会叫哎，超棒的好吗？这个擦地板的抹布，不要乱讲啊！没有用过是新的，看一下是否一样？确实没有焦，还行吧，图文不符。我们快乐小午餐，它下面有点黏住，而且感觉很薄，但它一直在冒烟。是薄脆的皮 ，Q Q 的，你试试看好了，是不是 OK？ 就是怎么可能哦？就是我跟你说，这个不到200块日币，100多块，你要嫌弃什么？好啦，比一般面包店还便宜。我觉得日本人，如果你宅在家里面活着生存1个月都不出门，的方式真的很多。我跟你讲，冰箱够大，1-2个月份是可以冰进去的。就他们对冷冻食品的接受度很高之外，价格也有办法把它压得很平价。要买冷冻库了吗？不用出门，人家还问你要不要去滑雪。1月份的事，一定要去滑雪，来到北海道滑起来。有人爱吃蜜柑吗？昨天买的，今天已经剩2颗而已。好吃哦，他们1个籽都没有，我吃到现在还没有吃到1颗籽。我跟你讲，你来这边买最多的就是蜜柑，你已经买了5袋了吧？那牛奶呢？牛奶你也喝了10瓶，真的很夸张。你看没有籽，然后小小的。OK， 吃饱后你现在要准备来清微波炉了吗？你那个传说的方法是用种草或者是电解水？讲电解水来了，给它装1碗进去是吧？就直接放进来，然后我上面东西要不要移开啊 ？Start， 106，什么意思？来看旁边说明吧。106，还有讲吗？门已经关超过1分钟了，请将食物放入烤箱门1分钟以内按按钮。所以放太久也是不能按按钮，应该够久了吧？它可能太少了，取消。有没有冒烟？人家说这样，然后再擦一擦。你要用哪一个擦？干净的还是擦过地板的？擦地板的。要戴手套吗？直接擦了，这碗应该很烫吧？你先放上面。有人说用这个水，然后直接这样擦，还是喷新的？要用这一碗了，不然热它干嘛？让我擦擦看。这个就是一个盘子而已啊，这没什么特别的。我发现下面这个它是一个铁盘啊，应该是插微波炉里面吧？插里面好，这边都是很黑，小黑啦，就是一些食物残渣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它那个网可以拿起来吗？这个拿不起来，它这个门总会有一些奇效吧？感觉不出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啊。再喷一点。那你这还要再喷一点的话，我刚刚微波那碗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它可以跑到里面，我不知道，我看那个 Reels 日本人是这样教的。好，那反正我先把里面擦一擦。看起来是油的地方，可以呀。哇，对，这好东西。OK， 现在清一清之后呢，我决定把这边清洁。稍微整理吗？还是你要整个整理？不然这边先刷刷看好不好刷，如果不好刷，我们就放弃。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整理，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。我这边擦完，你说你要擦这里会掉下来，我这不是白擦？那从上到下好了。那就是全部整理，3个小时。先从天花板开始擦。突然进入浩大工程。那不用吧，柜子不用。你不整理会有灰尘啊。我意思是说，就厨房这一块啊，更正，就是这一块。我刚刚都擦了天花板了，你把它洗掉。那不是浪费吗？洗掉。那你继续擦。问题直接擦这里没有意义啊，要先从上面开始擦。那我要怎么做？这个窗户，然后这个台面。我这可以直接拿去浴室冲吗？冲一冲直接擦干，会不会比较快？还是用擦的？也可以啊。哦，怎样？你拍一下。等一下。我刚刚喷上去，你看那边缘。哦，黑色一滴一滴滴下来。这罐喷了就有效哎。哦，
好，你去玩你的，我只是要给你看一下而已。穿起来是一种很香的颜色，刚刚还滴了很多下来。哦，超恶的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重油你就用纸，不然现在抹布洗死。用冲的会不会坏掉？有点脏。拖鞋子，拖鞋冰哦，可以了。超多灰的。哇哦！怎样？很忙。哦，我的脚是湿的。它这个是一层的，像那种巧克力粉那种感觉，穿下来是就是像巧克力片，好可怕啊！我刚刚洗了一下，你现在进度如何？我觉得这里面已经属于不算是污渍，算是灾难。就是因为它可能历经了时代的风霜，所以就油污比较重，可能要买强碱会更快，工业用碱。好，这个还是那种小苏打这种食品级的。你那个抽油烟机不是要换掉吗？要不要顺便把它拆掉？拆是没有问题啊，可是我们家就有一个洞，你听到水声？有，就这么简单。对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凉哦！你看它这个只要开了，它就会自动这样子打开，然后就风就可以吹出去。你这不会动了，不能yakiniku了。OK， 主要是它卡着了，这可能成年油污。我是想要买一个了。算了算了，你先把它放回去好了。那我问你，我们晚上yakiniku怎么办？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先给它泡一下。好，哎，我那个窗框啊，可以喷这个吗？可以啊。它不会腐蚀木头。了不起就是颜色会浅一点。我先把灰尘处理一下，我刚刚处理到一半，看这个全部都是灰。OK， 我们现在整理先暂停，因为这个整罐已经用完了，空的，你知道吗？窗户装回去了，比刚刚好，但是就这样尽力了。我觉得不要要求尽善尽美，因为我们未来是希望要翻修的。但你现在花太多心力，就适量就好。对，适量。我是想说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煮饭，然后如果说在客厅煮好像也不行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至少这个空间让它，我想再去补充一些清洁剂，就是工欲善其事，我们要先买点清洁剂，然后想办法把这个台面弄得啵啵的。我们镜饼是不是还没有买啊？对啊，它有写这个元旦嘛，1月11号敲开，所以现在就要买了吗？可是那个没有橘子，要买那个有小橘的。你要一只青蛙吗？看你需要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可以粘呢，然后啊，我青蛙就不行，你猫就可以。因为猫可以。去油抹布20张。好啊，不然试试看啊。结果没有用，因为油太重。可以。嗨，购物明细，决定了买这一瓶，看起来很强，超贵，1000多哎。冷冻食品9折。那不是你最爱的章鱼烧？すみません、これポイント。ホープのお店ってとこ触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。这个又加入他们的会员，要几点？好。刚刚好。好奇一下这个，这是食补哎。还蛮有趣的。哎，他们还有灯油哎，有便宜吗？合作社。好，回去研究一下。几点人生啊？哦，哎，这个人以你的小熊，然后呢？店内摄影 OK。你刚刚那个灯有没有拿的意思就是你会一桶一桶载吗？其实主要我是想说，因为我们很省，我们一次来也不会待太长的时间，1桶油应该就够了。好。微波食品好了，先吃。今天去的时间比较早，没有半价，但是有7折。可以的啦，先吃一下，超饿的，等一下再继续。我们早上就只吃了马古多纳鲁豆，就没有吃了。有啦，你还有吃披萨，也忘了。那个算什么？2个人吃一个30几块的披萨，刚刚也没有买啊。忘了。开吃。你不用拿个卫生纸吗？我很小心的。这多少钱啊？350打7折，50块的炒面跟鸡肉串，还蛮好吃的。
先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网络它会断断续续的，因为我们原本是把我们的 Starlink 放在雪上面，但今天天气太好了，雪都融了，所以我们的 Starlink 的方向呢就歪了。那它歪了，我就要爬上去把它调整。其实我有买一个磁铁把它固定的，可是磁铁要从美国发货，而且它1个礼拜了还没寄货，它预计要1到1个半月才会寄。这么暗，应该拍不太清楚。像这个铝梯应该是蛮冰的，所以戴上手套。今天风很大，还是有一点点冰块。你要爬上去？对啊，要爬上去。总觉得，风好大。相当稳健。哎呦！哦，它掉到我这个沟槽下了。刚买了这些东西，现在要对付这边的厨房。铁板烧刮刮乐，我买这个小只的有6个，研磨剂可以把这不锈钢磨亮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购物车里，就试试看啊！哎，你要先用这个吗？对啊，不用，这应该就是还是用这个抛弃式内含清洁剂的去油布。哎，那你用这个看看，加强。啊，这瓶讲到我就有气。我原本已经锁定好了，我要去买大创一瓶最贵500块，含税550的超级去油剂。结果我们去的那间大创没卖，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一罐就比它强。你看它上面，你看有没有？就是专门喷他在的。隔壁超市买这瓶要1180，加税要1200多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大创没有这一瓶，你知道这个卖多好吗？我去的时候啊，这个拿超多了，卖超多。而且你看它这边还有图 before after。就来试试看。好，我先打开这包。你要试哪一个？去油污纸布，应该是小去油吧？他说这个是大判，猜猜看，擦得掉吗？你要不要先从这比较简单的试试看？哎，发现我的布被它磨碎了，你看。你先擦这边。不是，你看。我有看到啊，你试试看这边，这有效吗？有把这层奇怪的颜色擦掉了，你们看到那边还没擦的，有效吗？好像没什么效。要擦这里吗？哎，这个试试看。哎，有哎，那个有哎，小的有。我知道这擦什么，擦管子，这个管子都是黄的。哦，可以耶！可以吗？有效吗？可以，这个点，你看都是油。你先把这个点擦掉看看。那个点的旁边都不见了，所以那个点还在。哦，因为它比较厚啊。有啦，应该有效。好。有啊，有效了。所以就是擦一擦丢掉那一种，这个。这也太厚了吧！太厚驾到，这个又没有去买，忘了。不是忘了，刚刚根本没有去啊。好，我现在来喷这个。哦，是泡泡的，就有点像那种什么白博士那一种，是吗？喷一点。应该要等一下吧。转到粗以后，距离15公分。好，就这样。有，我看到那个颜色跑出来了。有吗？有一点。你如果这个比较清楚，有没有黄的掉了？哎，我好奇你现在可以擦了吗？你如果用这一块布擦掉吗？哎，可以耶。可以吗？可是它只有泡泡的地方有掉，没有泡泡的地方完全没掉，所以是不是要让它均衡？就是对啊，你看有泡泡的地方都掉了，这就是泡泡喷到的地方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所以意思是说你要大量喷才行。好，先来一张 before。传说中的铁板烧。油污有一点立体。哎，好像用刮的还比较快。把它表面厚厚的刮掉。刚刚地板不知道为什么一滩湿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翻出来看，然后现在变浩大工程。有擦跟没有擦的差很多，但下面超恶的。
然后里面是水，好好笑哦。经过一阵清洁之后，有比较好一点，虽然没有到非常完美，但是就这样，反正至少就先这样子了。好的。突然变大扫除了。OK， 我现在要讲一下，因为这真的太好笑了。我们现在用的这罐电解水，它喷到的地方可以看到吗？这是水痕，你示范一次。你看到冰的水，然后你擦掉，看到没有？擦掉的地方都白了，真的很神奇。然后我刚刚一样用这个方式。你看下面这个颜色，上面颜色，使用前、使用后，这款真的超强，20块而已。因为这上面已经不只是玩够，这还有灰尘结合，所以我敷了一张纸巾喷在上面，大概30秒吧。好，你看有落差，它真的很神奇耶。就擦掉了。对啊。好白啊，超白的，是不是跟我下面刚擦的地方是一样的？但是有点耗费就对了。这也没有办法拆下来擦吼，它粘住了。整理完之后，现在是这样子，至少比一开始好很多了。先这样咯，凑合着用。今天实在是浩大工程，我们预计今天晚上要 yakiniku 的，但我觉得这么辛苦，真后悔没有多买一点肉。现在到底几点我都不知道。10点多了，我们从几点开始？下午。好，我必须要讲说，我原本跟你讲要清天花板要3个小时，结果呢，我们只有天花板没清，下面整个橱柜全部翻出来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没有救了。这个它也不是没有救，就是说它是那种就像烧肉店雕架的那种烤网，它必须要泡那种工业碱。所以它是碳化了。对对对，它已经不是油污了，它就是。那罐油污你觉得好用吗？其实蛮猛，像这些地方，就你只要稍微抹到一下，那个油就就不见了，但是这个就没救了。yakiniku 了，开箱我们这个台湾制造的烤盘。今天的主角们就是这些，突然觉得肉好少，就这一点点，根本不够吃。这260克，折合台币不到300，可以。发现我们还少一个东西啊，微波白饭。先烤咯。最好笑的是，现在香味很浓，然后我们没有抽风机，这边开一点窗户，厕所还有抽风，终于有一点厨房的感觉了。这是有蛋的。现在12月是牡蛎盛产的季节，我看超市很多人都在买这个生食用的牡蛎，重点是它有特价好吗？而且他们一次是买3-4盒哦。对，这很大颗北海道产的，虽然它是生食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烤起来就对了。烤鹅啊，应该是也是很合理的吧？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什么烟，有啦，就是很少。传说中的无烟烤盘。